欢迎收听。今天啊，咱们深入聊聊中国的这个24节气。你手头不是有不少资料吗？咱们今天就一块来梳理梳理，看看这套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用，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在说它？对，没错，我们可以从它的起源说起，看看古人最早是怎么看天、看地，一步步琢磨出这个体系的。然后呢，再聊聊它在农业上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啊，怎么就融进了我们的吃喝习俗这些日常小事里头。当然了，还有它背后的文化故事，那个挺有意思的。听起来好像概念本身不难，就是古人观察天象，指导种地，然后影响生活。但感觉这里面名堂挺多的，比如它被叫做中国的第5大发明，对，还进了世界非遗名录。这应该就不只是个农历那么简单了吧？是这么回事儿。它里头啊，其实藏着一种挺特别的，观察世界，还有跟大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哦，所以说，咱们这次聊呢，就希望能帮你啊，不光看到它的表面用途，更能理解它深层的那个价值，感受下这份传了几千年的智慧。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这个24节气，它最早那个苗头是怎么出现的呢？总得有个开始吧？最早的源头啊，说白了，就是咱们老祖宗对大自然的又敬畏又依赖。你想啊，几千年前那个农耕社会，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那可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吃饱饭的大事儿。那是肯定的。所以啊，古人就得琢磨，怎么才能抓住时间的规律呢？他们能靠的就是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还有地上那些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变化。也就是说，这完全是靠长时间盯着看，一点点积累下来的经验。对，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啊，他们还挺聪明的，发明了工具来帮忙看。比如你资料里可能看到过一个词叫圭表。对，提到了圭表测日影，这个具体是怎么弄的？听起来挺玄乎的。其实原理不复杂，但确实巧妙。简单说呢，圭表就是一根竖在地上的杆子，叫表，还有一把平放在地上刻着刻度的尺子，叫圭。杆子和尺子。对。哦，看影子的长短变化。没错，而且非常准。他们就发现啊，一年里头中午那个影子的长度啊，它是有规律的变长变短的。影子最长的那天，就是冬天太阳走到最南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天叫做冬至。然后呢，影子最短的那天，就是夏天太阳跑到最北边的时候，就叫夏至。这两个可以说是一年里最重要的时间点，也是最早被精确的下来的节气。哎呀，真没想到，就靠一根杆子一把尺子，就能抓住地球绕太阳转的关键节点。古人这脑子真是厉害。那后来呢？从这2个点怎么就发展到24个了？有了冬至、夏至2个基础，人们就继续观察呗。慢慢的，又发现有2天，白天和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长，就定了春分和秋分。春分、秋分。对，这4个点基本上就把4季的架子打起来了。但是呢，光靠这4个点指导种地啊，还是觉得有点粗。随着看得越来越细，对天文了解的越来越多，就在这些点中间又加了新的节点，比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意思是4季开始了。这是一个越来越细化的过程。那我们现在说的这完整的24节气，它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最终定下来的？这个啊，得到西汉了，有本书叫《淮南子》，里头第一次特别完整的把24个节气名字都记下来了，这算是个重要的标志。淮南子。对，然后没过多久，汉武帝那时候颁布了一部历法，叫《太初历》，正式把24节气写进了国家的官方日历里。进官方历法了。这就意味着它从民间的经验变成了国家的标准，开始有系统的指导全国，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了。从经验观察到文字记录，再到官方认定，是这么一步步规范起来的。那后来还有调整吗？有的。而且值得说的是啊，这个体系它也不是说定了就不变了。到了明清那会儿，不是中西方开始有交流了吗？
当时的学者还参考了一些西方传过来的天文学知识和计算方法，对每个节气的具体时间做了更精确的修正。还有修正。所以说，咱们今天用的这个24节气，可以说是古老智慧加上后代科学不断完善的结果。而且啊，从根本上讲，这24个点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也就是地球绕太阳转那个轨道，在天上看来的投影，每移动15度划分一个点，它非常精确地对应着地球在轨道上的位置，反映了季节气候的周期变化。明白了，这是一个不断发展、越来越精确的过程。那么这一套从中国起源的智慧，它的影响力是不是也传到国外去了？对，它的影响确实不止在中国。大概在公元6世纪，也就是差不多隋唐那个时期吧，24节气就跟着中国的历法文化一起传到了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还有越南这些地方。传的还挺早的。那这些国家是原封不动的接受了吗？他们在接受的同时啊，也挺灵活的，会根据自己当地那个气候还有种地的具体情况做一些调整和融合。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24节气的那个基本框架，还有很多相关的习俗，比如有些节气要吃特定的东西啊，搞些庆祝活动啊，这些东西到今天在那些国家的文化里还挺重要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呢。这就有意思了。那这套东西在现代社会，大家是怎么评价它的？前面你提到那个中国的第5大发明，这说法怎么来的？这个赞誉啊，主要是国际气象学界给的，可能是因为它不像咱们说的4大发明是什么具体的摸得着的东西。对，它更像一套知识体系。没错，它是一套系统性的，靠长期观察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它很深刻地揭示了气候变化的规律，而且还把这个规律跟种地、跟过日子紧密地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很独特的关于时间的知识系统。所以说，关键在于它不光是科学，还是一种，怎么说呢，跟自然一起运作的生活和哲学。你说的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它把天文观测的精确性、农业需求的实用性，还有一种特别的世界观，就是咱们常说的天人合一那种思想，就是人跟自然要和谐相处这个观念，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了。所以它才显得那么特别，那么重要。你看，2016年的时候，它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那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吗？对，这其实就是对这种独特的、活着的、还在传承的文化智慧的一个高度认可。这不光是承认它的历史价值，更是肯定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知识体系，在今天这个社会，它依然有文化意义。既然世界都认可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它最根本的那个指导农业的功能，具体是怎么体现的？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到底有多关键？这个啊，对黄河流域的农民来说，24节气那就好比是一部印在脑子里的农活日历，或者说是行动指南，它清清楚楚告诉你到哪儿个时间点该干什么农活了。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比如开春的时候。好啊，比如立春一到，天可能还冷飕飕的呢，但是地下的阳气已经开始动了，农民就得赶紧准备开耕了。立春。到了雨水这个节气，就提醒你得抓紧时间给冬天种下去的麦子浇水了。再到惊蛰，冬眠的虫子都醒了，天气也暖和稳定了，那正是抓紧春耕播种的好时候。几乎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农活要安排。听起来特别具体，特别实用。那很多农谚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对，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大量的农谚就是节气指导农业实践最生动的证明。比如你肯定听过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对吧？听过。这就直接告诉你种瓜种豆的时间。还有谷雨种棉正当时也是一个道理。这些谚语都是老百姓几千年下来根据节气和实际干活总结出来的经验，说起来简单明了，一代传一代。不过啊，咱们中国这么大，南北气候差的挺多的。这套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观察总结出来的体系，拿到南方去也一样好使嘛。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好，确实，24节气它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域那块的气候规律。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往南走，气候就更复杂，变化更多。是啊，所以啊，各地的农民呢，
他们在大体上遵循24节气这个框架的同时，也会结合当地特别具体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看哪种花开了，听哪种鸟叫了，这叫物候。再加上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就形成了一套有地方特色的农事例，或者补充性的谚语、歌谣什么的。哦，还有地方版本。对，可以说是当地农民自己定制的节气指南，更贴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很多地方到现在还在参考着用呢。这就有意思了，它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那我就好奇了，现在农业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有天气预报，有卫星云图，还有自动化浇水什么的。这套老祖宗传下来的节气知识，说实话，还有实际用处吗？会不会早就过时了？哎呀，那可远没有过时，不但没过时，反而还跟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发挥新的作用呢。哦，怎么结合？现在的气象学家和农业专家，他们还是会研究节气的这种周期性规律的。他们会把这些规律性的认识跟现代的观测数据，比如卫星拍下来的云图信息呀、地面气象站实时报上来的数据呀，等等等等，都结合起来分析。意思是用老智慧加上新技术。正是这个意思。这种结合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准的中长期天气趋势预测。比如说，判断今年这个季节是容易干旱呢，还是容易涝啊？或者预测一下可能会有什么农业气象灾害，像春天那个倒春寒，夏天那个伏旱什么的。这些信息对农民提前计划什么时候播种、怎么施肥、怎么防灾减灾，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说啊，24节气到今天还在用一种新的方式给咱们的农业丰收保驾护航呢。明白了，它不是个老古董，是活的，还在发展。那好，咱们跳出农业这个圈子，节气对我们普通人这日常生活又有哪些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啊，其实到处都是。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吃了。吃，还有就是民俗活动。先说吃吧，咱们讲究不时不食，对吧？就是要吃当季的、符合时令的东西。很多节气啊，都有对应的特色食品。哦，我想起来了，比如立春要吃春饼。对，立春吃春饼，意思是咬春，迎接春天嘛。清明节的时候，江南那边喜欢吃青团，用艾草制作的，有股特别的清香味儿。青团。立夏呢，有个习俗叫尝新，就是尝尝这个季节最新鲜的水果蔬菜。到了冬至，北方肯定吃饺子，南方一般吃汤圆，都有驱寒保暖、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意思在里头。这些吃的习惯，其实都体现了顺着大自然的节奏来调整身体，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这么一说，好像我们的饭桌确实一直都跟大自然的节律连着呢。那民俗活动呢？很多节气啊，也伴随着一些特别的仪式和活动。比如立春的时候，有些地方还有打春牛的习俗，象征着要开始努力春耕了。打春牛。清明节呢，大家不都扫墓祭祖吗？怀念先人，同时这也是出门踏青、亲近自然的好时候。夏至呢，有些地方会祭祀土地神，祈求丰收。冬至也被看成是一个大节，要祭祖，还要庆祝一下。这些活动确实给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还有仪式感。可不是吗？这些跟着时令来的仪式和活动啊，不光让咱们的生活节奏有快有慢，不那么单调，更重要的是，他们提醒我们关注时间的变化，能加强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在不知不觉中啊，就传递了文化价值观，也带来了身心的调试和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确实是这样。刚才你提到清明，这个节感觉挺特别的，既有祭祖的肃穆，又有踏青的生机，它背后应该有不少故事吧？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形成的？清明节的很多习俗啊，确实跟一个挺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系，就是春秋时期的那个介子推。介子推？对，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当年晋文公重耳还在外面流亡的时候，日子过得特别苦。介子推呢，曾经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煮了汤给重耳吃，救了他的命。割自己的肉，这就是那个割骨啖君的典故吧？对，就是这个。
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当了国君，要封赏那些有功之臣。介子推呢，他不愿意接受封赏，就带着自己的老母亲躲到绵山里头隐居去了。还有这样的人。重耳呢，为了逼他出来，就听信了旁边人的馊主意，下令放火烧山，想把他们母子俩逼出来。哎呀，这方法也太狠了吧！结果呢？结果啊，介子推宁死也不肯出来，最后就跟他母亲一块抱着一棵烧焦的柳树被大火烧死了。重耳知道以后啊，后悔得不得了。为了纪念介子推呢，就下令在他遇难的这一天不准生火做饭，全国上下都只能吃事先准备好的凉东西。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哦，原来寒食节是这么来的，我还以为跟清明是一回事呢。那清明节插柳、踏青这些习俗又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传说啊，到了第2年，重耳又上山去祭奠介子推，他惊奇地发现那棵被烧焦的老柳树居然又长出了新的绿色的枝条，生机勃勃的。对，重耳觉得这肯定是介子推忠烈的灵魂不灭的象征，就随手折了段柳枝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呢，就把这一天定为清明节。后来老百姓也跟着学，慢慢就形成了清明节要插柳枝、戴柳条、出门踏青、种树这些习俗。这里面呢，既有纪念追思的意思，也包含了迎接春天、亲近自然的那种喜悦。这么说来，清明节就把纪念先人的那种沉静和拥抱春天生机的那种活力给融合到一起了，内涵确实挺丰富的。听了这些呀，感觉24节气真的不只是标明气候变化那么简单。在你看来，它承载的最核心的，或者说最打动人的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气候理法的功能。你可以把每个节气想象成一个时间的坐标点，但这个点上标记的不光是气温多少度、下不下雨、太阳晒多久这些，它上面还附着了特别丰富的文化信息，有古代人物的传奇故事，有对大自然奥秘的观察和思考，还有一代代人传下来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寄托。它更像是一部刻在时间轴上的活的文化百科全书。哎，这个比喻好，可以这么说，它特别生动地体现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个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那种认为人跟大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是需要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古人通过节气，就把他们对土地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时间流逝的感慨，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节奏里头。所以说，它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农活，或者该吃什么东西那么简单。对，远不止这些，它还传递着一种生活的哲学，就是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别太强求，要珍惜眼前的时光，也要感恩大自然的给予，要看重家庭亲情，维护社会的和谐。这些想法都悄悄地藏在节气的轮回和那些相关的习俗活动里头了。这种哲学听起来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很有价值。确实是，它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精神纽带，穿在我们的语言里、饮食里、节日里、伦理观念里，甚至审美情趣里，成了中华文化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重要的标志。它塑造了我们感受时间、体验生活的一种特别的方式。那么咱们放眼现在，像24节气这种传统文化符号，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快节奏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哪里？我认为啊，它的价值绝对不只是说把它当成一份历史遗产放在博物馆里供着，它完全可以为我们现在这种高度个体化、节奏特别快的现代生活注入非常宝贵的仪式感和文化归属感。仪式感和归属感这两个词，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需要了。是的，你想啊，比如到了某个节气，就算我们不完全按照老传统来，但可能还是会想到，今天是不是该吃点饺子，或者跟家里人一起过某个节。这些看起来很小的行为，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我们跟传统文化的连接，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甚至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它提供了一种力量来抵抗现代生活那种碎片化和疏离感。对，是这样。
这些习俗让生活有了些节点和重心，感觉心里更踏实，也更温度。另外呢，节气里头包含的那些核心理念，比如尊重自然啊、顺应时节啊、感恩惜福啊、看重家庭啊等等，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问题、工作压力、人际关系这些挑战，也能提供很深刻的启发。它提醒我们去思考人跟自然到底该怎么相处，思考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鼓励我们把那些好的、有助于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文化传统继续传下去。说得真好。今天咱们一起梳理了24节气的来龙去脉，它在农业和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也深入聊了聊它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份古老的智慧绝对不是什么过时的东西，它仍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生活，给我们带来了节奏感、归属感，还有深刻的文化滋养。的确是这样。那么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值得我们都继续思考一下吧。就是说，除了去遵循那些具体的时令习俗之外，24节气本身包含的那种静下心来，去细致地观察自然界一点一滴的变化，并且尝试让自己的身心节奏跟它同步的那种生活态度和哲学，对于我们应对现在这个越来越快、信息爆炸、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是不是也能提供一些独特而且有力的启发呢？这确实是个特别引人深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在生活里慢慢去体验、去探索。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深入解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